大家好，我是熊妈，好久不见。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个利用缝缝来开侧口袋。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很简单，所以它叫极简。那我们也是一样，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画这个侧口袋的版型。那就是利用2个折子，再加上抽皱，做一个夏天可以穿起来很舒服的裙子。那因为版型很简单，我已经把它画好了，那我就大概稍微讲一下。那首先的话，我们这边是腰围，腰围的话是不是前后片？那我们这边是画一半，所以它是4/4腰围，加上我们抽皱的松缝8公分，2个折子，所以是20。那我这一次的话，腰围我是利用73，裙长是65。如果个子没有很高，可以把裙子缩短；如果个子比较高一点，或者是你喜欢穿长裙的人，可以把裙长直接加长。那一样是画一条直线，一个90度角的直线，那延伸出去，把它的腰围加上松缝加上折子算出来多少，把腰围宽先取出来。那这3个折子呢，所以我把它就是这个8公分加上我们的4/4腰围有3个间隔，所以我们把它除以3，算出来是 8.75。那折宽是10公分，那这边也是跟这边一样。那这边是做上记号是折子，因为这很简单，你可以不用画版型，直接在布上面操作就可以。那这边的话是裙长，裙长的话我们是65。那决定好宽跟长之后，从这边延伸出去。那这边的话，我们的裙子加宽4公分。那把这边的话呢，稍微抬高 0.5， 把 0.5 的部分跟这个4公分画一条直线连起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个框架就有了。那这个的话，我们是前后片都是用同一个版型。那这边的部分我们是裁双。那这边的折子长度版型都画好，我们来画重点，就是口袋。口袋的话，我们从这边到这里，我这边是用1/4缩图公分之后呢，下来5公分，再下来14公分。这边的话是我们的袋口，袋口宽度我取14，那再下来是5公分5公分，那直接平行一个直线画出来，延伸是13公分。那做2个记号点，右边的话过来3公分，左边过来5公分。那垂直的直角往上延，从这个5公分的这一个点画过去，一样是画13公分。那利用这个6公分，然后往这边延伸出来的这个点，跟这个3公分、5公分，跟这边的5公分，用自然的弧度把它修好就可以了。那这边是我做好的版型，像这样子。那里部的话，一样是把直角画好。那这边的话，我们的折子只有加5公分，那只有加1个，所以我们是4/4腰围加8公分的松缝，加折子宽5公分，裙长55公分延伸出去，我们是加宽9公分。那一般的话，我们在里部的稍微比表部短，大概6到12公分都 OK。那裙子的裙长比较长的话，那里部的话，你留长或留短，你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你的裙子是很短的话，里部的裙长不要一口气剪掉，比如说10公分，这样子的话，裙子已经很短了。如果你的里部一口气剪掉太短，那它就会变得很奇怪。所以，如果你的裙长很短，在取里部的长短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在这个腰围的地方，我们是上升 1.5 公分。然后连一条直线。那在这边的话呢，利用直角去对准这个9公分，画好一个点之后，我们把这个弧度修顺来，这样就可以了。那一样是前后片都是用同一个版型，那都是织布纹，这边都记得是裁双。那腰带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是一条而已，我们把它折双来讲，就是2/2腰围。那我们的松份是加8公分嘛，因为它是2/2腰围，所以我们是加16。加16之后，我们再加这个是含缝份，所以我们的加1公分的缝份上去。加起来的话，我这边的话是需要53.5公分。那我这边的话，我是使用日本的2.5公分腰带。那长度的话呢，是我们的腰围去掉1层，加上松紧带交错的松份，可以2到4公分。然后宽度的话，我们的布是9公分。那在裁布的时候呢，我们的缝份，表布的话是腰围是留1公分，那这边是双。那侧边的话，我们是留1.5，下摆的话，我们是3公分，那往上折起来就好了。那里部的话，一样是1公分1.5，下摆也是3公分，我们可以做双折，把它车缝起来。那腰围的话，我们是已经含缝份在里面了。讲一下口袋的裁布是怎么样去留缝份。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以这个部分缝来讲，那我们这个上面的布呢，我们是用里布，那靠近我们这个侧边的缝份的这个地方，这一块布我们是用表布。那这边的话是我已经裁好了，这个版型我也画好了。这个版型的话，我们是连在腰头上面。那如果你是直接从侧边的口袋，我们可以把版型从口袋口的宽度往上，大概是2.5到3公分左右，直接这样子画下来。那这一边的话，我是让它延伸到腰围，所以这边的带型会是这样。那里部的部分的话，我是只有留这边的话是0.5公分，那腰围跟旁边都是留1公分。那这边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刚刚有看到我们做好的部分缝，口袋的话我们是有左右，所以它要正反的地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为了让你不要在裁布的时候正反弄错，所以我们在裁的时候呢，先把布正面对正面，一次把左右的布都一起裁下来，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搞错。那刚才有讲到我们的里部这边是留 0.5， 那我们的表布呢是留 1.5 公分，就是一样摆上去。那我们这边是留 1.5 公分，那其他都是一样。那都裁好之后呢，我们再来分表里部跟左右。那像这边的话，我们这边是反面嘛，裁好之后我们再去做配对。那这边是正面，所以这边是正面，我们就这样子搭配，
就会变成这个是右边的口袋，然后这边的话是正面，所以我们这边是正面，正面对正面。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左边的口袋，一次先裁好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如何制作。那这里是所有的裁布，表布的话我们是2片，里布2片。那口袋的话就是表里各2片。那另外的话还有1公分的那个布衬，比袋口再多个2公分。那还有就是松紧带跟我们的腰头，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裁片。在车缝前不要忘记我们要先考克，就是除了腰头之外，或者是口袋的选择的步骤，看您是要怎么做，就是把该要考克的地方先把它考克起来。那在裙子的表里部，我们先将缝份先折烫好，然后腰头的部分呢，在一边我们也将缝份一起折入折烫。那接下来的步骤呢，我们要把表里部的折子先把它处理好。那在折子的记号点的地方，我们这样子抓起来。抓起来之后呢，我们就是车缝一段。我们车缝这一段的话是车10公分。那车好之后，我们把它整烫。所有的表布的折子呢，我们都是把它倒向外。那另外一边的话，我们就是这样子烫，一样是把折子把它倒向外。那就是整烫好之后，我们在这个腰头的地方先把它梳缝固定起来。那另外我们的里布的话，它是只有5公分的折子，所以呢我们不用车缝，一样是把它烫成倒向外，然后一样这样子梳缝固定起来。那一样是前后边都一样是相同的方式来处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就是做裙子的2边的口袋。那另外我们的前2支的影片里面有介绍，就是利用这个缝份来开口袋。那更详细的内容，我会在说明栏里面放上连结，如果以前没有看过的人可以回头去看。那这边这个是部分缝。那我们要怎么样？因为我说的左边右边呢，或许你会很难去分辨，或者是立刻就看得出来。那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靠近缝份这边是用表布，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像口袋是要像这样子的导向，就是这个会导向这边的话，我们这一片是要用表布。所以我们的话是会用这个是斜边嘛，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一片。那另外一边的话呢，如果这个斜边靠这样子的话，表布就会在朝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边的口袋布。我们的前后片的表布呢，把上跟下除了袋口不车缝之外，先把这2条线先车起来。车好之后呢，确定好你的口袋是摆哪一边，那一样就是正面一定要对正面。然后因为这一个的话，它的上面是有连接在腰带的部分，所以呢上面就直接一直往下车下来，然后在口袋的上面 2.5 的地方是指点，像这样子是指点。那一样这个的话是对齐 0.5， 就是布边车缝2条线。那底下的这一块里布就是车缝1公分。车好之后呢，我们是在袋口的这个表布的地方压 0.5 的装饰线。
那千万要记得，就是我们这个车缝好留带口的这个表布，要先在带口的地方一样是烫上1公分的秤，然后把这个缝份呢把它烫开。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车缝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边要车到 1.5， 那这边的缝份就比较不会车到。那这边都车好之后呢，我们一样就是因为这边是要连接到腰头，那我们就从这边这样子车过来，带口的地方把它固定。这边的口袋我是两边一起拷刻，那待会这边带口的部分我们会跟腰头一起车起来。完成后两边都有口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把里部的裙片跟表布的裙片结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把里部的折子都车好，那跟裙片一样，把两边的斜边先接起来之后，那就把表里部一样是在腰头的地方先梳缝1圈固定。那在梳缝固定之前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地方要注意。那因为这边是裙子的里面，我们必须要让它的表面是在外面，所以我们套进去的时候呢，是里部对里部，就是里对里这样子，我们才会整个都是漂亮的在外面。那就是都腰头都梳缝固定好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车这个腰头。我没有裁刚刚好的腰头尺寸，我会稍微再多一点，是腰头车缝1公分。我们这个腰头布呢，跟我们的裙片是正面对正面。那从我这个地方是当记号点，从一段先不车，然后这样子车1圈，也是这边一段不车，然后呢再把布对齐我们的记号点，留1公分的缝份。那这边也是一样，那把这个1公分的地方我们把它车缝起来，再把它车起来。那接下来我们来车缝这个腰头，从背面，但是我会压在刚好在这边，我们来试试看。好，那一样，我们在做珠针的时候呢，固定这个的话，你可以把腰头分为上下左右都先固定起来。这样子的话，这个地方才不会有些是车到时候会歪掉。那你就是4边都固定好之后，固定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地方插下去，刚刚好是在这个缝份底下就可以了。好，我们来测测看。那测的时候，我是一样是会调整我的针距。那我把这个压布角放下之后，中心点一样对齐布边，但是我会去调整我的这个针距，我会让它向右边移下去，它刚好车到边边。那你可以用锥子来辅助，刚好你的这个布边刚好盖到这条线的底下，这样子。那在车的时候呢，你的这个中心点对齐这个布边，看一下有没有对齐。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在车的时候呢，它刚好会压在这个地方。那你从正面看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看不到你刚才车缝的线。那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一个里面的这个地方又可以车缝的比较整齐。那我们就是一圈把它车缝到在这个开头的地方留一段，到时候我们会把松紧带把它穿过去。那我这边车的时候，我留了一个小的缺口。那像这样子车的话，虽然我们这边可以车得很漂亮，可是正面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刚好是压在这边。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松紧带穿起来。那这个我们这种专门是穿这个裤腰头的，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就拿发夹把这边稍微把它弄一个小洞，然后把发夹穿过去，一样是可以穿。那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工具，我们就这样子夹住，然后把这一个往下推进来，像这样子，然后从这边穿进去。那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尾巴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夹子把它夹起来。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直穿它才不会穿过去。那我们这样子穿的差不多之后呢，要确定你的这个腰头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松紧带没有折到，那就像这样子交错。如果你是留2公分，你就是交错2公分；如果你是留4公分，你就是交错4公分。那在这边车一道，这边也车一道，把它车缝固定起来。像这样子就车好了。那我们这边车好的时候呢，这样子撑进去，把它这样子撑一撑，这样子撑一撑，撑一撑呢，它的这个皱褶就会比较顺一点。那建议这个时候呢，拿去试穿。试穿，如果你的松紧带比较松，可以把它拉起来，再把它交错车多一点。那如果是确定都没有错的话，我们这个反口就是可以把它这样子车缝固定起来。那如果是试穿过后反口也车起来都 OK 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斜边这个地方，然后把它这边车缝一道固定起来，另外一边的斜边一样把它固定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在洗好的时候，这个松紧带比较不会扭曲。